各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我是岁月安心站的张文静，今天可得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暖到心坎里的好消息。这消息关乎咱们家里每一位长辈的切身福利。2026年的敬老红包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申请了。说真的，每次坐到话筒前，跟大家分享这种给长辈送温暖的政策，我心里都特别暖，也特别有感触。因为咱们中国人最讲究孝道，最重视亲情，能让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家过得舒心些、宽裕些，那不仅是子女的福气，更是整个社会的福气。今年的敬老红包政策可以说是加量又加薪，在好几个关键的地方都做了特别贴心的改进，福利的覆盖范围更广了，申请的门槛也更友好了。所有的努力就为一个目标，让这份带着温度的关怀能更精准、更顺畅地送到更多长辈的手里和心里。接下来呢，我就花些时间仔仔细细、掰开揉碎的给大家把这项福利的里里外外都讲明白，让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把政策吃透，把细节摸清，也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转告给家里的老人，让他们能安心、放心的享受这份国家和社会的心意。如果觉得文静接下去说的有帮助到您，请动动手指在视频下方按个订阅，评论区留句一，您的每个支持都是文静深夜整理资料、录制视频的最大动力。好，下面给你进入正题。咱们先把最核心、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说清楚。这敬老红包到底谁能领？能领多少？这钱具体能用来干嘛？您听好了，2026年的敬老红包发放对象非常明确，就是咱们全体70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只要您的年龄在2026年符合70岁或以上这个条件，每一位长辈都能稳稳拿到5000元的现金补贴。可能有的朋友心里会嘀咕一下，这钱数和去年比有变化吗？是多了还是少了？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肯定的定心丸，今年的补贴金额保持了稳定，依然是5000元，保障力度没有减弱。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5000块钱，对咱们年轻一辈来说，这可能是一次聚餐、一次旅行的花费，但对节俭了一辈子、习惯了精打细算的老人家来说，这笔钱可是能扎扎实实办不少实事，解决不少实际需求的。您不妨闭上眼睛想想，日常的买菜买米、油盐酱醋，是不是一笔细水长流的开销？添置点印记的舒适衣物、鞋袜，是不是一份必要的体贴？买些常备的药品、保健品，或者定期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关注身体健康，是不是更需要经济的支持？再说了，现在很多长辈的晚年生活可丰富了，他们爱参加社区里的活动，学个书法绘画，跳跳广场舞，练练太极拳，或者几个老兄弟、老姐妹偶尔约着去公园走走，喝喝茶，这些能让精神愉悦、让生活有滋有味的事情，也同样需要一点经济的底气。所以这5000元，它绝不仅仅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更是一份带着温度的认可，是对老人家一辈子为家庭奔波、为社会奉献的真心实意的回馈。它承载的是对高龄群体基本生活品质的一份坚实保障，也是鼓励他们追求更丰富多彩精神生活的一份支持。而今年这个政策最大的亮点，也是最让人高兴的一个变化，就是排付门槛全面放宽了。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往年呢，敬老红包为了让福利更精准地给到有需要的长辈，会设定一个收入和资产的审查标准，这就是排付。但今年这个标准松动了，变得更有人情味了。政府优化了认定范围和标准，去掉了一些比较严格、不够灵活的限制。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过去可能因为收入或者资产稍微超了一点点，而遗憾没能领到红包的爷爷奶奶，今年很有希望符合资格了。这个暖心的调整效果非常明显，预计今年能领到红包的老人家要比去年多出整整8万人。您想想，8万个家庭，8份喜悦，这背后是8万位长辈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关怀，也说明咱们的政策是在不断进步，越来越贴心。以前确实有不少老年朋友就因为差那么一点点，与这份福利擦肩而过，心里总觉得有点遗憾。现在门槛放宽了，这部分长辈终于也能被照顾到了。这个变化不仅仅是让更多人能享受到福利，更是让敬老爱老这个老传统真正落到了实处，让每一位高龄老人都能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不再有那种差一点的惋惜。那具体是哪些地方放宽了呢？这里我给大家细细说道。今年的政策主要在资产和收入的认定上做了更合理、更细致的调整，主要有2大方面。第一，是提高了收入和财产的认定上限。比如，除了农业收入之外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门槛提高到了60万元，个人名下的土地和房屋财产总价值的门槛提高到了1025万元。这样一来，很多收入稳定但不算富裕的普通长辈就更容易符合条件了。
第二是优化了怎么算资产，让标准更贴近长辈们的真实生活状况。举个例子，长辈自己唯一居住的房子，现在完全不计入严格的资产核算了，没有扣除额的上限，这就真正保障了居住正义。再比如，子女给的赡养费，或者长辈偶尔做点零工赚的少量收入，在认定时也会更弹性的考虑，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刀切的全部算进去。而且政策还明确说了，以后每4年都会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和土地价值的变化，来重新审视和调整这个排付门槛，让它能一直跟上时代的发展。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评估长辈的经济状况方式更灵活、更合理了，既能继续精准帮助到那些比较困难的长辈，也让更多普通的长辈能被纳入福利范围，实现了普惠和公平的好平衡。除了门槛放宽，今年领红包的流程也继续坚持了尽量不给长辈添麻烦这个好原则。考虑到很多高龄长辈行动不便，或者不太会操作智能手机、电脑，政策还是以免申请就直接给为主，自己申报为辅。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爷爷奶奶根本不用专门跑去哪里申请，也不用准备一堆材料，相关部门会通过跨部门的数据系统进行比对，自动找出符合条件的人，形成一份名单。这份名单经过公示，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政府就会直接把5000元敬老红包打到长辈指定的账户里，真正实现不用跑腿，红包到位。这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大家一定要留心，可别错过了。第一个就是名单公示的时间，很快相关部门就会在政府的官方网站、政务公众号，还有各个社区的公告栏这些官方渠道，把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统一公布出来。请大家多留意这些地方，及时核对一下自己或者家里长辈的信息有没有在名单上，信息对不对。如果在公示期间发现信息有错误，或者觉得自己符合条件但名单上没有，也不用慌，可以通过政策里指定的线上异议通道，或者去线下服务窗口提交复核申请。相关部门在公示期结束后会认真核查，并把结果反馈给您，确保每一位老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第二个重要时间点就是红包发放到账的时间，按照往年的惯例和今年的安排，预计在名单公示结束后的15个工作日内，敬老红包就会陆续打到大家的账户里。这笔钱通常会发到长辈的健保卡金融账户，或者事先指定的银行账户里，有些地方也支持打到敬老悠游卡的金融账户里。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建议长辈们提前确认一下自己的收款账户状态是不是正常，比如健保卡的金融功能开了没有，指定的银行卡有没有休眠或者冻结，敬老悠游卡是不是在有效期内，一般超过6个月未使用可能会过期，提前检查好，就能避免因为账户问题耽误了收款。如果超过了预计的时间还没收到钱，可以直接拨打官方咨询电话，或者去就近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的服务柜台询问，工作人员都会耐心帮你查原因，解决问题，确保该领的钱一分不少的到长辈手里。当然，也有少数特殊情况需要自己主动申报的，比如长期住在异地，个人信息系统里没有准确记录到的长辈，今年的申报流程也简化了很多，很方便。大家既可以通过线上政务平台或者指定的官方 APP 在线申请，也可以选择线下方式，带上材料去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服务窗口或者里办公室办理。如果是委托子女或者其他人代办，需要额外准备一份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尽量精简，主要是身份证、户口本这些基本证明。如果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长辈，还可以免去提交财产和收入证明，最大程度减少负担。更贴心的是，各个里办公室还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长辈提供了上门代办服务，里干事会亲自上门帮忙整理材料，完成申请。对于99岁以上的百岁人瑞，更是享受礼金亲送上门的尊荣服务，确保不漏掉任何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让关怀全覆盖。说到这儿，可能很多长辈会有一个疑问，文静，我已经在领养老金年金了，或者领着高龄津贴，还能再领这个敬老红包吗？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敬老红包是一项独立的、普惠性的老年福利，它和咱们平时领的养老金、高龄津贴、健保补助等等其他任何老年福利都是互不冲突，可以同时享受的，不会因为领了其中一项就取消另一项的资格。这种福利叠加的效果，就像为长辈的晚年生活多加了几层防护网，能让大家的养老保障更扎实，日子过得更安心、更踏实。也有朋友会关心，明年的政策还会变吗？目前呢，相关部门还没有发布明确的通知，但是从这几年总的趋势来看，敬老爱老的政策力度肯定是越来越大的，福利体系也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贴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实际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用于养老保障的财力也会更加充实。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老年群体被纳入到普惠性福利的保障范围里来。
保障的覆盖面会更广，水平会更高，服务的质量也会更好。我们也满怀期待，未来的敬老政策能够更精准地满足长辈们多样化的需求，推出更多实实在在的福利举措，解决好大家在养老、看病、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安享一个幸福、健康、有尊严的晚年。好了，政策解读了这么多，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记忆和转达，我在这里再花点时间，为大家集中梳理一下今年2026年敬老红包政策最核心的几个要点，方便大家快速掌握关键信息。第一，领取对象是全体70岁及以上含70岁的老年群体，这是一条硬杠杠，每人可领取的金额是5000元现金补贴。第二，最大的利好是排付门槛进一步放宽，个人综合所得总额除农业所得的审核门槛调高至60万元，个人所有土地及房屋财产价值的审核门槛调高至1025万元，并且唯一自住房屋正式删除扣除上限，完全不纳入资产核算。这些调整让今年预计新增8万名老年朋友能够受益。第三，申领方式以免申吉祥为主要途径，系统自动筛选比对公示名单，绝大多数长辈无需主动申请，如需委托他人代办，需准备好委托书及双方身份证明。第四，补贴资金将统一发放至长辈的健保卡金融账户、本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支持金融功能的敬老悠游卡中，请务必提前确认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有效。第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笔敬老红包与您正在领取的任何一种养老保险年金、高龄津贴、老农津贴等其他养老待遇都不冲突，可以叠加享受，绝不会影响您其他任何福利的申领资格。如果大家听完今天这么详细的解读，心里头还有其他疑问，比如我怎么才能最方便地查询到自己或家人是否符合领取条件？那个公示名单具体在哪个网站或公众号上查看最权威？如果款项逾期未到账，我应该通过什么步骤？找哪个部门最快速度处理？等等这些操作层面的问题，都请大家务必通过官方公布的正式渠道去获取最准确、最权威的答案。各级政府的官方咨询热线，您居住地区公所的社会福利服务窗口，社区里的里办公室，都会为您安排专业、热情的工作人员，提供最细致的解答和最贴心的帮助。大家完全无需感到焦急或焦虑，只要符合条件，这份福利一定会送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官方名单的公示，并留意资金到账的信息。万一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记住及时咨询，按规处理，这8个字就能确保咱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影响。敬老爱老是深植于我们中华文化血脉中，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美德，它也是每一个文明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与光荣义务。2026年敬老红包政策的顺利落实和全面推动，既是对这项珍贵美德的当代传承与生动发扬，也是我们当前正在构建的长期照护福利体系的一次具体而微的成功实践。这项政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社会始终把对长辈的关怀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在持续努力，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创新，来切实提升长辈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每一位长辈都曾为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家庭的经营与传承，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与汗水，他们的默默奉献与耕耘，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和感恩。而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值得我们用全社会的力量去温柔对待，用心呵护，让他们享有尽可能完善的保障与体面的服务。最后，我衷心祝愿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都能顺顺利利地拿到这份暖心的敬老红包，把这笔钱用好，把这份政策的温暖转化成幸福生活的滋润，安享健康、快乐、舒心的晚年。我也希望我们全社会都能继续关心、关爱老年群体，积极参与到敬老爱老的行动中来，用我们的爱心、耐心和细心，为长辈们的幸福晚年保驾护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关爱老人，帮助老人。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构建一个充满温暖、充满关怀、充满善意的和谐社会。让我们一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像这样的惠民好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岁月的长河中，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善意，共享时代发展的美好成果。好了，今天关于2026年敬老红包政策的详细解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耐心收听。如果您身边有70岁以上的老年亲友，请一定记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让这份暖心的福利能够惠及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享受到政策的这份浓浓关怀。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身体健康，福寿安康，笑口常开，祝愿每一个家庭和睦美满，平安顺遂，万事如意。我是张文静，咱们下次再见。